正所谓，乐民之乐者，民亦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亦忧其忧。那天子岂不是天下第一大管家了？不是管家，是东家。怎么讲？民以食为天，天下好比是个大饭庄，吾皇是东家，臣子们分别为掌柜的、账房、厨子，乃至杂役，百姓们则是食客。食客们食好了，那么饭庄就会久盛不衰。那食客不给钱呢？法办。江山都变成大饭庄了，拿什么法办？二位大人何必争执？文人治武，武人安邦。这篇文章是出自武人之笔。兵者，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理应独尊王道，唯命是从，岂能受百姓的意志所左右？张爱卿言之有理，武举也有此等人才，着实让人刮目相看。那位考生是谁啊？考卷早已密封，在揭榜之前，还没人知道他们的姓名。范爱卿，朕可不可以先睹为快？皇上，密封是为了防小人，不是为了防皇上。好，那朕就先睹为快。皇上，有何不妥？你自己看。是你哥吗？不是，皇上，我哥从小不学无术，以他的头脑写不出如此漂亮的文章，也写不出如此漂亮的字。远看泰山黑乎乎，上面细来下边粗，有朝一日倒过来，下边细来上边粗。好诗，好，好，怎么样？小爷新做的，怎么样？张公子可知诗分为2种？哪2种？第一种是写给自己的，另外一种是写给别人的。那我属于哪种呢？你是属于第一种。什么意思？不娇念，不做作，有酒到酣处，自斟自饮。嘿，还是你懂我。来，再吃一杯。皇上，臣查了5科会试名册，张子雍是枢密使张大人的儿子。范大人，您确定没有错？确定。枢密使张大人家真是藏龙卧虎啊！真想不到他家里还藏了一个文武双全之才。皇上，包拯曾经跟臣说过，张子雍在开封府大牢里3年，把牢房当成书房，苦读诗书1年。范仲淹，你也算是个读书人，10年寒窗也未必就能考出一个秀才。本相真想不出他是何等的聪慧过人。皇上，您相信吗？皇上，若真是我哥，那一定是有人泄题。皇上，此次科举改革，全大宋除了考官以外，还有4个人谕旨考题，都不在所愿之列。除了臣、皇上、枢密使张大人，还有本相。如果说本相把题目泄露给了张子雍，诸位相信吗？别说你们不相信，连本相自己也不相信。朝廷有恩荫，张国丈也不想多此一举吧。如果说考题已经泄露了，那么这4个人当中，最具嫌疑的就是你范仲淹。
王宰相，科举变革是范大人亲力执掌的，搬石头砸自己脚，不会太过愚蠢吗？掌权者监守自盗那是常有的事情，在案子没有查清之前，范仲淹是很难脱干系。皇上，照惯例，3天以后就要接榜了。如果案子还没有查清楚的话，皇上您就得认了这个武状元。朕是很欣赏，范爱卿科举变革的方法，但此事范爱卿确实负有责任，先将范爱卿收监，3日后再论处。皇上，清者自清，臣甘愿接受监禁。包大人，包大人被抓了。啊？什么包大人被抓了？是范大人被抓了啊！对，关在了大理寺。我们得到消息，马上跑来报信。为何要抓范大人？包大人，请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多谢段大人。范大人，包大人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科举考试出了问题，说明是张大人的儿子涉嫌舞弊。张子雍，他也参加科考？非但如此，还考上了状元。什么？我思来想去，从所愿到阅卷，每一个环节都严丝合缝，只有一种可能性。难道是张大人跟王宰相泄露了考题？他们要想陷害范某，没必要把张子雍推到风口浪尖上。范某倒认为不是他们，问题应该出在所愿后的环节。可考卷一旦密封，考生的身份便无从得知，即便是手眼通天之人，也绝难在此后的环节做手脚。可密封前有一个空子可钻。替考。对，在考试期间，考生甘愿替考，甘愿为他人做嫁衣，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并非难事。要想查清此事，必须找到张子雍以前的笔记，与试卷一对便知。不用找了，张子雍的笔记我见过。那太好了，试卷现在在皇上那儿，就劳烦包大人速速进宫禀明皇上。范大人放心，包拯定会为你讨回公道。告辞。包大人，我正要去开封府找你。什么事？皇上有要事找你相商。我也正要去见皇上。包拯，可有头绪？臣还不清楚，但臣可以确定，这绝不是张子雍所写。何以见得？张子雍服刑期间，在开封府大牢的墙上写满了歪诗，臣早就见识过他的笔记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张子雍找替考？没错，臣来之前跟范大人达成了共识，除了替考，其他环节不会有纰漏。朕给你3天时间，查出真相，找出那个替考。3天？还有3天就要接榜了。如果找不到那个替考，朕就要认了那个张子雍当状元。张子雍可以找替考，全天下几十乃至几百人都会滥竽充数。这些人一旦入朝为官，
看什么看？没见过你爹擦剑呀。我哥考上状元了。不是还没到接榜的日子吗？皇上钦点的。皇上疯了？是我哥疯了。皇上一命包拯彻查此事了。他要查什么呀？舞弊。是您干的。干什么了？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？我让你给我说糊涂了。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不是你哥，还没傻到挖一个坑把自己给埋了。那您一点也不吃惊？你哥做什么事情我会吃惊？可朝廷有恩荫，我哥这么做又是何苦呢？哼！你爹这辈子有3件事情想不明白。第1件是先皇赐我的这把尚方宝剑，为什么没开刃？第2件就是你哥到底是不是我亲儿子？第3件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爹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别乱动，转过身来。副将军，你是宰相府的那个门客？在下展无为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哼哼，我还想问你到这儿干嘛呢？哦，我想咱们俩都是来杀主考官的。哦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副将军为何迟迟不动手？哼，我在数女人呢。数女人？刚才进去了10位姑娘，主考官精力旺盛的很呐。哼，看来他今晚要做个风流鬼了。咱们俩虽然是各为其主，但也算是殊途同归，何不联手？杀他还用联手？一人杀1次，各自回去交差。也罢，合情合理。嗯。这包黑子，有日子没给咱俩好脸了。他不会把咱俩给辞了吧？那倒不至于。有雨柔小姐的面子，他不敢辞咱俩。不过这包黑子心眼小，为那200两银子，搞不好要记恨咱一辈子。哎，他不贪不拿的，平时也没人孝敬他。这200两确实够他一呛。要不，咱俩去凑凑，还给他？咱俩到哪儿凑去啊？这包黑子看咱俩跟看贼似的，什么迹象都断了。再这么下去，9钱都没了。还凑去？谁呀？王朝马汉，跟我去主考官家办差。哎，来了！包大人，好像出什么事儿了。包大人稍后，我们先去看看。我们先去。出什么事了？你们是官府的？我们是开封府的，这位是府尹包大人。你们来的正好，出人命了！带我去看。包大人，请。包大人，老爷每隔几日就要寻欢作乐一番，今晚正巧来了兴致，就让下人把花满楼的头牌全都请到了府里。谁成想，就在半个时辰之前，这屋里突然传出了声声惨叫，下人们过来一看，人全都死了。没见凶手？凶手早没影了。包大人，怎么样？这些人死的都十分蹊跷。哪里蹊跷？首先可以断定，凶手是2个人。为什么？
这些尸体一半死于剑下，一半死于刀下。如果不是巧合，一定是2个凶手商量好，一人杀一半。咽喉处的伤口有半寸，明显是被刀划伤的，胸口是剑刺入，伤口有1寸半，刀伤略带弧度，刚好与阔刀的形状及宽度吻合。咽喉跟心脏都是要害，刺入一处足以毙命。凶手为何杀他2次？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。学生刺的心脏，副将军割的咽喉。张德林果然不干净，居然先老夫一步。看来张子荣这次是站在他爹这边了。那倒也未必，说不定他想左右逢源，想2全其美。按张德林的性子，他现在肯定在考虑要替他儿子灭口，一定要抢在他的前面，找到那个替考者。学生冒昧问一句，既然张德林要灭口，何不干脆借他之手？老夫想要活的，活的。我教了你多少次了？3分天下凭的是本钱，皇上是天子，天子就是本钱。张德林是国丈，手握兵权，再加上2个儿子1个皇后，我这个宰相只有你1个人。可你是一把剑，老夫还要的是一杆笔。可是您不是攥着文武百官的笔吗？那些笔已经破旧了，不值钱了。老夫想要的是皇上想要的那杆笔。学生明白了，只是这茫茫人海，学生实在不知道去哪儿找那杆笔。你不该问我，你该问包拯。明白。这是一些碎银子，乃身外之物。恭敬不如从命。你怎么来了？楼下有人找你。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不过来者不善，自己下去看看吧。哎，少爷，我去看看。一起去，我去就回，你自便。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你们？少爷，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让老爷来找我。我说了呀。爹，你要干嘛？把他们2个押回府去。是。都别动。我自己走。放出去！老爷，放出去！说，快点放我出去！谁替他考的？少爷自己考的。放屁！他自己能考出个状元来？要打出我来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张东，快点！今天你要再敢包庇他，我就在这儿活活打死你！你打死我吧！老爷，住手！你没事吧？一个破柴房就想关住我，下次记得关窗户。爹，你别白费功夫了。张东跟我一样，都是不会出卖朋友的人，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有什么话，咱们屋里说去。问吧。不问是吧？不问我走了。站住！你爹是枢密使，你姐姐是当今的皇后，就算皇上再裁减阴补，也裁不到你的头上。你为何胡闹？参加什么武举考试？我从小就在您的树荫底下长大，
现在又让我在那个姓赵的树荫底下活着，我不乐意。我要凭自己的本事活出我自己。你的本事？舞弊就是你的本事吗？我也不想舞弊，我是被逼的。谁逼你的？我在大牢里苦读了3年的师傅，你们说改就改，改什么考策论？我3年的功夫白花了，我找谁说理去？我不舞弊，我怎么办？那你也不能过来舞出一个状元呐！我哪想到他能替我考出个状元来啊！真倒霉！你刚刚出大牢，就给我惹这么大一祸，你还不如在里面待着呢。爹，我姐能当上皇后，您能当上国丈，咱们张家能有今天的局面，还不是当年的一把火烧出来的？你放屁！好，我放屁。您放心，我惹的祸我自己处置，绝不连累您。你给我回来，回来！喏，这里就是他之前住的房间。他什么时候离开的？刚走啊，是被他爹给绑走的。绑走？嗯。他在这里都跟什么人接触？他平时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可能也就写写歪诗。哎，他好像跟一个叫韦文清的人走得很近啊。韦文清是个什么人？就是一个酸文人，写的一手好字，诗做的也不错，而且还懂得麻衣橡树。不过这个人啊，在张子雍面前是人模狗样的，可是张子雍一走，他就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。他人在何处？我不知道。哎，你说这个张子雍有没有意思啊？一肚子的歪诗，还非得逼着我们的姑娘为他吟诗践行。韦文清现在去哪了？我怎么知道？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啊？最后一个问题，能找到韦文清写过的诗吗？你要干嘛？我想对照笔记。估计找不到了。他走了以后，我去清理房间，他把该带走的全都带走了，就好像没有人住过一样。主考官被灭考，张子雍离开听允，韦文清不知去向。这一定不是巧合。包大人，一定是张子雍买通主考官，让韦文清去替考。事情败露以后，死的死，逃的逃。可上哪儿找这个韦文清啊？我问你们，如果你们是张子雍，会去哪里找人替考？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当然是我这听雨楼了。来这儿的人非富即贵，很难为五斗米折腰。那也许是张子雍逼他折腰呢。我也这么想过，但从你刚才所说的话来看，张子雍似乎并没有胁迫他，更像是你情我愿。如果是我会选择去书院找，那里的学子满腹经纶，大多都没钱没势，而且年龄跟张子雍相仿。要是找到你这样的学子啊，可倒了大霉了。我怎么了？虽然是满肚子学问，可是脾气啊又臭又硬，就像一头黑倔驴。我要是他，我找一个学问像你的，但是这脾气啊，要像我二位叔叔这样温良，而且呢又懂得变通。包大人，我们去书院打探一下，看最近有没有一个叫韦文清的学子不见了。速去速回，有的话连他的家世背景一起查出来。是。哎，等等，我要跟你们一起去。啊？这是去查案，你添什么乱？查案了不起啊？我爹当府尹那会儿，你还是个娃娃呢。本小姐可是查案世家。再说了，我乃哮天猫，这张子雍敢在我的地盘犯案，我要是不去主持公道，这传出去，那江湖的人不得笑掉大牙呀？好，走吧。哎，对了，小姐，一会儿到了书院，我们来问你，别说话。凭什么呀？小姐，我们从捕快干到捕头，干了这么多年，别的不敢说，问话可是门学问，问不好会打草惊蛇的。那你们可以教我呀。行啊，哥，怎么了？你看那边是不是着火了？
坏了，好像是书院。到底是什么人？不想死就跟我走，到地方你就知道了。老子有要事在身，没工夫跟你打。由不得你！火太大了，你们等着，我回去叫人。等你把人叫来，认识韦文清的人早就被烧死了。小姐，大火可不长眼，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啊！就是。哎，那两个是什么人？放火的一定是他们两个其中的一个，把他们抓住！哎，小姐，谁放的火呀？咱帮谁呀？两个一起抓，带回去一审不就知道了？拿着。哎。上！我们是开封府的，你们两个束手就擒，跟我们回去问话。你的剑法很熟悉，你是什么人？跟我走。让他们给跑了。书院烧光了，教书先生死里逃生，我们审问了他，但他绝口否认有韦文清这个人。包大人，虽然这把火销毁了证据，但也印证了替考必定出自书院。那个剑客究竟何方神圣？你们联手都打不过他。他用的剑法跟我师父是一样的，只不过我师父用的是左手，而他用的是右手。别说我们三个了，就在江湖上，估计也没几个人能打得过他。跟斩大侠用同一种剑法？没错，因为我对我师父的剑法垂涎已久，一眼我就看出来了。斩大侠收过其他徒弟吗？在这个江湖上，除了我以外，应该没有人敢自称是他徒弟吧？你能否问问斩大侠，或许能打探出剑客的来历？哎呦，你不说我都会去问的。等消息吧。火势越烧越猛，学生见此情况，只好先去抓那个放火的人。此时开封府的捕快到了，他们不知该抓谁，就乱打了起来。没露出什么马脚吧？相爷放心。那个人呢？关进私牢去了。他到底替谁干的脏活？各种办法都用尽了，可这人嘴很硬，就是不肯说。再想办法。现在跟我们赛跑的不仅仅是张德林，开封府的介入，证明皇上也在找这个替考，一定要抢在他们的前面。学生明白。大人，张德林张大人到了，说有事要见您。说曹操到，这个时候他凑什么热闹？王大人，你这个热闹，我不想凑也得凑啊。好啊，那你猜这盘棋，黑子的第一步落在了哪里？总不会第一子就落在天元上吧？还真是天元。
王大人，我作为一名武将都知道，这第一子落在天元上，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。像你这样的高手，怎会出此险棋？我是在赌。出其不意，剑走偏锋，这可是我们武将用的计谋啊！一步险，步步险。老夫好奇的是，我这一步下完以后，他下一步该落在哪儿呢？王大人，我今天来，可不是跟你讨论下棋的。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有些事情，是时候该摊在桌面上说清楚了。何事？我儿子舞弊与我无关，他这般胡闹，把我也搅进这滩浑水里。你我的手下却办了同样的差事，足以证明，咱们俩是深受其害。还希望王大人不要徒生猜忌。张大人不必多心，你儿子想当个官儿，那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吗？我相信张大人不会干出如此愚蠢的事。不过，我倒是想奉劝张大人一句话，请讲。放一次火可以大事化小，可动不动就放火，最后恐怕会烧了自己。你是张子雍的人。张子雍是谁？不认识。那个韦文清是谁？不认识。那你为什么要放火烧书院？想烧就烧，没有为什么。什么意思？刚才书院起火，张大人不知道？哼，当然知道。舞弊罪虽是重罪，但是光凭这一条罪，皇上他还真不能把令公子怎么样。如果令公子一味的节外生枝，那以后就不好收场了。查案靠的是线索，任由令公子在外面惹是生非，反而会露出马脚。与其越抹越黑，还不如彻底断了隐患，给包拯来个灯下黑。灯下黑。他长大了，我管不了他。长大的何止是他一个人呢？我本想过几天安稳的日子，可没曾想，又要重新洗牌了。我只会用剑来杀人。这个我还真不会用。你会吗？你不用吓唬小爷，小爷就是死，也不会出卖朋友。爹，这么晚了，你在这儿做什么？我等张东呢。他人呢？不知道。爹，您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呀？这大半夜的，您去哪儿了？把他给我绑了。是。绑我干嘛？
今天不绑你，明天你放火烧的就是这个家。张大人，你们这是？我要告状。告谁的状？状告我儿子。告他什么？科考舞弊。爹，我跟您势不两立。闭嘴！张大人，公堂之上，不开玩笑。我跟你没那交情，还希望包府尹能够秉公执法。张大人可有证据？这个逆子亲口跟我说的。口说无凭，可有物证？来人！这是他的笔记，包府尹一看便知。既然如此，王朝马汉在，将张子庸关入大牢，择日再审。是。小爷我还要住原来那间牢房。张公子，这间已经有人住了，包大人吩咐让您住隔壁那间。为什么？那间墙面是空的。去，给我找点写字的东西来。包大人吩咐过了，一会儿就给您送到。哎，两位大人，行行好，给狗吃的吧。饿了啊，饿着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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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开门啊！快开门啊，师傅！我知道你在里面。师傅，师傅，你要再不开门，我把你房子给你烧了。师傅，师傅，你快开门呐！师傅，师傅，你快救我！我把我自己点着了！师傅，你还真泼我呀！饿几天了？2天。他们为什么饿着你？他们说我故意犯案，想来牢里蹭吃蹭喝。牢里的饭有什么可蹭吃蹭喝的？犯什么事儿了？调戏民女。切，活该饿着，饿死你都不亏。幸亏大爷行好，不然我真的就饿死了。我之前看这满墙画的跟烧饼一样。什么？这满墙的诗你都看过？诗？哪有诗？当然是诗了。看过看过。写的如何？不堪入目。怎么就不堪入目了？这写的多好啊！这个。大爷您别生气，您要是想谈诗论赋，以后顿顿给我吃的，我顿顿跟您聊。你是书生？嗯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世美。你差点把自己烧死。那还不是因为师傅不给我开门？说吧，什么事？你是不是我师傅？不是。
你为何不教我功夫？我不是你师傅，为何教你功夫？你为何不愿意当我的师傅？我从不收徒弟。骗人！你没有教我功夫，倒是教了另外一个人功夫。你知不知道，昨天晚上你的另外一个徒弟，差点让一个天大的案子再也查不出真相来了。别想否认啊，他跟你用的是一样的剑法，只不过不是左撇子。什么案子？舞弊啊！露出了半边的月，是圆还是缺？喝过了半杯的酒，是空还是满？初心总是比结果看上去热情大方，真相从来就简单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两难，那不要说世道善恶难断。大江东去，只留下了风流人物，千古流传。演过了一半的戏，是真还是梦？唱出了一半的歌，是悲还是欢？未来总是比过去看上去更美丽灿烂。人生本就是梦宽，不要说江湖爱恨